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这个小节目给大家介绍一款美食。现在我面前放着2块肉，这个肉呢看上去，有点奇怪，比较干，然后呢，有一块这个表面好像还长了一些mold。这款美食呢叫 Dry Aged Beef。实际上这是北美的牛仔发明的一种顶级的美食。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就是告诉大家你怎么样在家里利用时间、温度和湿度来炮制的一款美食。像这2块肉呢，已经放在冷藏的状态下，42天了，也就是6个礼拜。现在呢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效果。那么我简单称了一下，因为在42天以前我称过这块肉，当时呢是2000克左右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可以再称一下。好，现在只有1544克，也就是说，在这42天的时间，500克的水分已经蒸发掉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会让这个肉香非常的浓郁。还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这个肉本身它携带的酶呢，它会发生生物反应，会把这些肉里面的筋腱和脂肪分解掉。这样呢，这个肉吃起来呢就非常非常的松软。在北美这边，一般顶级的牛扒屋才会提供这种美食。一般的 grocery store 一般它不会有卖这种 dry aged beef， 专门的一些 supplier 可能会提供这种服务。基本上 dry aged beef 呢，它的市场的价格是这种新鲜肉的3倍以上。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首先它的重量有25%损失掉了。另外呢，这个 dry aged beef 做完以后呢，在你把它片成牛排之前，还要把这些边缘的部分、干的部分把它切掉，这样呢又是一个额外的损失。这种 dried aged beef 呢，其实做起来非常简单。基本上你买来这种大块的牛肉以后呢，就把它放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就可以了。另外还要加强通风。那么下面呢，我就插播一段视频，就是展示给大家。那么42天以前我是怎么样准备去 dry age 这些 beef 的。这个呢，这块肉就是我在沃尔玛买的一款 prime rib， 它呢 on sale， 这块肉呢只要不到25块钱。那么我把这个肉打开。好，然后需要的呢就是这个是一般的海盐，这个呢就是用来吸收空气中的潮气用的。那么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肉的下面。这个肉呢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，也不需要放任何的调味品，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状态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用来做 dry aged beef 的小冰箱。我建议呢，如果你家里有一个额外的小冰箱的话呢，最好呢就用这样一个额外的冰箱来做 dry aged beef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它可以避免串味，因为这个 dry aged beef 它是完全开放的，它没有任何的包装，所以当然如果你没有这样单独的一个冰箱，你可以放在你厨房里面的那个日常用的冰箱里面。但是呢，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保持冰箱里面干净，不要有任何异味。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你这个 dry aged beef 的这个味道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把这个盐不是用来调味的，只是用来吸附这个潮气的，所以呢，给它放在最下面的位置。然后呢，我这个 beef 呢，就可以把它放上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没有用任何的盘子，就是把它镂空放在这个铁网上面。这样呢，目的呢是增加空气的流通。然后我还装了
配备了这样一个小风扇。在前2个礼拜的时候呢，我会把它 program 一下，每天大概要吹大概12个小时左右。也不要吹太多，如果吹太多的话，可能会导致它表皮过干。但是不吹的话呢，如果太多的水分的话呢，这个表皮又容易生霉，所以呢，这个需要控制一下。你可以在 Amazon 或者在其他的商店很容易的买到，很便宜。这是一个定时器，我每天早晚各吹6个小时。好，现在我就把它装上。好了，我把风扇放到这个位置，这样呢，可以吹到这个肉的位置，增加空气的流通。好，现在我把它打开。好，你可以关上冰箱的门，然后这个 dry age 的这个过程就开始了。实际上你不用做任何事情，就是让时间、温度和湿度来帮你炮制一款顶级的美食。好，时间、温度和湿度就是最好的厨师。那么今天我就得到了这样2块已经风干的牛肉。那么现在我要做的工作呢，就是把它片成我们日常经常见的那种牛扒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截面，这个肉呢，其实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情况下呢，它不会腐烂的。它这个肉里面呢还有一点水分，非常的 tender。好，下面呢我就把这个边缘干的部分把它切除掉。这个脂肪层在这个风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是可以防止水分过度的流失。看这个里面呢，比较湿润的肉，展现出一种酒红色。这个是新鲜的肉，你不会看到有这样的一种颜色。这个肉呢，风干了6个星期，算是比较干的。有一些高档的餐厅甚至可以达到8个礼拜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么干的话，也可以时间稍微短一点，比如说4个礼拜、3个礼拜都可以。好，像这样呢，基本上，就可以切成那种牛扒了。我们可以简单称一下，现在还有多少重量？869克。好，从新鲜的超过2000克的肉，那么它 dry age 了以后变成了1500克，然后去除这些干的和脂肪层，那么还有骨头，
那么现在只有800多克了，所以这种去外面的西餐店吃这种牛扒，它非常贵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好，现在呢可以把它片成那个牛扒的样式。片的时候呢，可以根据你的个人喜好。我呢一般片大概3/4英寸左右吧，我这个片成4块。这个就是最后片成牛扒的效果。实际上，这种2公斤的肉，最后做成牛扒也只剩下这4块。这个呢，马上就可以烤起来，就可以 grill 起来。如果你不是马上吃的话呢，你需要冷冻，然后把它用这种食品袋装起来。进行冷冻，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剩下这些边角料呢，也不用扔，因为它也是非常好的牛肉。你像这块更干的牛肉，那么用它来做中式的牛肉干，这个是不可多得的非常好的原材料。那么这一块呢，可以用来煮汤，这个是一种牛骨。这个就是分解好的 dry aged beef， 主体部分呢是牛扒，这个也是这个最后最 valuable 的部分。然后呢，一些边角料呢可以用来做牛肉干，根据你个人的喜好。这个呢可以用来煮汤，这是骨头，这个是脂肪，我没有发现有什么用处，如果没什么用处的话，就可以丢垃圾了。那么做的时候呢，就是把它 grill 一下，然后做料非常的简单，不用使用其他任何复杂的做料，就是上好的喜马拉雅盐，然后呢加上胡椒就可以了，黑胡椒。这就是这样一款 dry aged beef 怎么样在家里制作它。希望这个小视频对您有所帮助。欢迎订阅、转发、点赞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